Hello，大家好，我是怡媛。这一次的更新，虽然对其他的更新呢没有更新这么多，但是还是发现到一些更新的小细节了。就比方说，这个画面上你们看到什么东西？有仔细看的玩家应该发现到，在左下角的对话框那边呢，一直出现了一个通知。这个我看了一下我其他的账号，如果是没有人联络你的情况下，其实是不会跳出这个通知的。但是这里所谓的通知，其实有包括你的所有群聊，不管是失落之地、你的军团里面、联盟、私信，所有东西都会跳出通知，就会看到这个通知，觉得有点烦了。再来就是你们领取联盟礼物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小书包在下面。本来我想说领取了礼物之后可以点击小书包，结果是没有办法点书包的。它这个动画只是告诉你说你拿到的东西全部都已经进入你的书包，我觉得这个东西增加跟没有增加没有什么差别。还有之前介绍过的城市皮肤都已经出现在游戏里面了。步兵攻击力提升 5%， 工兵的生命值降低 5%， 骑兵攻击力提升 5%， 采集速度提升 5%， 步兵防御力减少 5%。还有登峰造极的皮肤，部队防御力提升 12%， 行动力恢复增加 5%， 骑兵攻击力增加 10%。 不过这个皮肤有些人说好看，有些人觉得很丑。可是在国际服我们最新的统帅也只是到小西皮跟华莱士而已，所以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跟之前差不多，就是国服那边先推出了新的工兵，然后才到国际服。因为在国际服的 MGE 这边也是没有更新，可是在国服那边已经是预告了下一次的 MGE 统帅就是崔莹，所以我们还是要等国服那边先分享报告。如果你是我国服的观众的话，欢迎你私信联络我啦，有一些报告之类的可以分享给我。他之前有说过的新的博物馆礼包里面有包括展位结晶跟文物结晶，但是这个礼包我没有去购买啊，我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啊。如果有需要的玩家，你们可以自己去购买。再来就是大家都可以发现到的改动，这个其实我也是有在期待，就是统帅的背景更换了。那么其实这一次更新呢，不只是更新背景而已，连统帅的设计都应该要更新的。但是在之前我看到国服那边的通知，官方就有说到有玩家反馈说统帅的设计不好看。他的原文是这样子写的：感谢各位执政官对于本周发布的重制版统帅形象提出宝贵的意见，追求更高品质美术表现是我们不变的初衷。该项更新内容将不会在近期上线，后续更多进展将在第一时间通过社区与大家同步。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那个新的统帅造型就被腰斩了。那也确实在之前我分享过画面的时候，我看到评论区也是有不少的玩家说设计到很丑。我看到比较多的观众都说，在优化之后画风越来越像万龙觉醒，就失去了原本万国觉醒的味道。而且从原本的 3D 画变成卡通画，比较多玩家不能接受这一点吧。那因为这个部分被玩家否定了，就变成说他们如果要设计新的造型的话，又要重新画过，就变成说这一个项目他们要延迟的比较后。那各位觉得这一点没有优化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呢？那我在前面就有说了，统帅后面的背景更改了，我们来看一下之前跟之后的差别。像希腊这里的差别其实不会太大，它只是少了一个底座而已。优化之前的背景其实会比较明显一点，优化之后变得比较模糊。下一个罗马之前跟之后的背景看起来就比较广阔了一点，然后马的雕像从原本的白色变成金色，背景的路看起来也比较广阔一点。下一个德意志的背景在优化之后背景看起来会比较远一点，后面的建筑物也变得比较尖，地面的瓷砖也变得比较多了。下一个英式文明，他们把后面的狗狗给移除掉了。在原版它后面会有2只狗狗在玩耍，但是它优化之后就把这个东西给移除掉了。后面原本有几个比较明显的建筑物也是给移除掉了。下一个法国文明在更新之后感觉来了沙尘暴，为什么那个画面变得那么糊？法国文明我是觉得之前比较好，可以看到后面建筑物比较明显之外，还可以看到旁边的一些市集啊在卖东西之类的。但是在优化之后我真的看不懂啊，他是跑到沙漠去了吗？中国文明的背景优化是我在这么多里面少数觉得优化之后比较好看了，画面变得比较亮，比较有光泽，还有看到旁边的2条龙。不过他们把竹子给移除掉了，相反的把后面的建筑物弄得比较明显一点，还在背景后面增加了一座桥。维京文明的感觉不会差距这么大，只是在优化之后背景看起来会比较模糊一点，雪地看起来也比较白。日本文明是少数把原本背景比较模糊变得比较清晰的，他们把原版樱花的数量减少了，可以看到后面的背景会比较明显一点，还有多出了一个建筑物。
保留了富士山，周围的灯全部都移除掉了。韩国文明也是跟法国文明差不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好像经历了沙尘暴一样子，就变成后面的背景比较模糊一点。这个我是觉得优化之前比较好看。西班牙的背景也是从模糊变得比较清晰的，在原版它的船是从右边去左边的，但是在更新之后是从左边去到右边，而且船的体积变得比较小一点了。阿拉伯的背景也是从原本的比较明显变得比较模糊，但是我比较喜欢在更新之后的底座会比较好看一点的，比较符合阿拉伯的特色。而且反而是像阿拉伯这样子有沙漠的地方，背景做模糊会让人有一种海市蜃楼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阿拉伯优化之后的背景是 OK 的。至于奥斯曼的更新，感觉之前跟之后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就是从原本的底座变成地毯而已。最后拜占庭也是做了模糊处理，而且画面变得比较偏黄一点，我个人感觉好像也是糊成一块，不是很喜欢。接着就是之前有提到过的铭文改动，我就跟你们讲要做截图，因为它真的改了一些数值。狂暴从原本部队造成所有技能伤害提升 2.5%， 后面增加了造成所有反击伤害提升 1%。严格来说，铭文是已经加强了，从原本只能技能统帅使用之外，现在变成普攻统帅也是可以使用了，但是数值会比较低一点。真还从原本的要造成直接伤害或者是远程伤害的时候才可以触发到这个铭文，更新之后变成只要触发了主动技能，有 30% 的概率可以造成一次直接伤害或者是远程直接伤害，就是说触发的条件不一样了，但是造成的效果是一样的。从容从原本要造成所有直接伤害时才有 30% 的概率，使自身的攻击力提升 10%， 持续3秒，冷却时间5秒。现在变成只要释放主动技能之后就会有这个效果了，变成说不管你是用真实伤害、重击伤害还是技能伤害都可以使用。奇谋的改动跟狂暴差不多，从原本部队造成所有技能伤害提升 2.5%， 后面更新之后变成造成所有反击伤害提升 1%。搏斗也是差不多，从原本部队造成所有技能伤害提升 2.5%， 后面增加了造成所有反击伤害提升 1%。小汉也是从原本的造成所有技能伤害提升 2.5%， 后面又增加了造成所有反击伤害提升 1%。进攻造成所有技能伤害提升 3%， 后面又增加了造成所有反击伤害提升 1.5%。像进攻它本来的数值提升就比较高，就变成说后面增加了反击伤害数值也会比较高一点。最后一个是连击，但是官方公告里面有提到他们之后会改名字变成盛怒，主要是因为这个技能跟连击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所以他们才改名字。从原本释放主动技能之后，部队造成所有技能伤害提升 8%， 持续3秒，冷却时间5秒。在优化之后，除了技能伤害提升 8% 之外，还有造成所有反击伤害提升 3%， 冷却时间还有持续时间是一样的。这个铭文也算是在全部铭文里面提升到最高的一个。也确实在调整之后，这些铭文变得比较通用化，不管你是用直接伤害的统帅还是用重击伤害的统帅都可以使用。以上就是这一次更新之后的一些变化，至于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呢？还是你们发现到有一些更新是我没有提到的，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